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高木彻也先生所著的《没想到竟然会因为这种事死去》这本书。本书推荐给那些想要了解如何预防意外事故，避免卷入突发事件的人阅读。作者高木彻也是一位法医学家，至今已经解剖了超过5000具遗体。法医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突然死亡、事故或案件中遇难者的遗体进行解剖，查明真正的死因。近年来，他发现越来越多高龄者因为各种意外原因而离世。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潜藏着许多容易被忽视的致命隐患。为了避免自己或亲近的人因为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丧命，我们有必要提前掌握正确的知识，做好预防。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日常生活中潜藏的死亡危险；第二，家庭中潜藏的死亡危险。首先是第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潜藏的死亡危险。第一个案例是被面包噎住导致死亡。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每年因为食物噎住而死亡的人超过3500人，其中有2500人以上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者。在人体构造方面，把食物送往胃部的食道和把空气送往肺部的气道，入口就在彼此的旁边。正常情况下，我们之所以不会把食物吞进气管，是因为通过视觉和嗅觉，大脑能判断出这是一口食物，舌头和喉咙会巧妙进行配合，把食物送入食道。喉咙深处的会厌软骨像盖子一样，防止食物进入气管。这样一套机制本来足以防止误咽，但为什么人们还是会噎住甚至死亡呢？实际上，咳嗽本身就是为了防止食物进入气管而产生的正常保护性反射，医学上称为咳嗽反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反射能力会逐渐减弱，再加上咀嚼能力下降，因牙周病或缺牙，导致食物无法充分嚼碎，动脉硬化影响脑部血流，导致微小脑梗塞，进而削弱咀嚼力、吞咽力和咳嗽反射。最终，即使食物误入气管，身体也无法通过咳嗽把它排出，结果导致窒息而死亡。说到最容易噎住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年糕。确实，在日本每年的新年期间，总会听到老人因为年糕噎住的新闻。但其实，面包也是极容易造成窒息的危险食物。表面上看面包柔软易嚼，但它的纤维结构松散，对于咀嚼力减弱的高龄者来说，反而难以充分嚼碎。而且面包质地像海绵，一旦误入气管，容易吸水膨胀，完全堵住气道，导致窒息。尤其是上了年纪后，不管是什么食物，都不能掉以轻心。防止食物噎住有以下几个措施：一、容易噎住的食物事先切成小块；二、最好在有人看护陪伴下进食；三、进食时注意吞咽时是否有异常声音。第二个案例是，在厕所用力过度导致猝死。有不少高龄者被家属在家中厕所出来后的走廊里发现，倒在地上已经死亡。作者高木彻也先生也经常接到警方类似案件的委托，前往现场确认情况。常见的现场状况是，死者俯卧倒地，手里还紧握着手机，马桶内几乎没有排泄物，或者仅有少量痕迹。法医学判断过程，人在死亡后，随着心脏停止，血液循环也随之终止，血液便依重力流向身体下方部位。仰面死者的血液会集中在背部，而俯卧死者的血液会集中在胸腹部。这种血液淤积现象会在皮肤表面表现为尸斑。通过观察尸斑的位置、颜色以及面积，可以推测死亡的时间、状况以及可能的死因。特别是当尸斑颜色呈现暗红发黑、非常浓重时，如果没有其他外伤，多数情况下可以推测是脑血管性疾病，如脑出血导致猝死。厕所中猝死的高龄者，常常会在脸部、身体前侧出现暗红色浓重尸斑。此外，作者在详细检查遗体时，
经常会在死者膝盖部位发现擦伤痕迹。对警方来说，这种痕迹容易被解读成死者在求救过程中留下的，从而怀疑案件是否存在他杀事件。但在作者看来，多数情况是因脑血管性疾病导致的猝死。为什么上厕所会猝死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调节内脏血液循环的副交感神经反射减弱，肠道蠕动能力变差，粪便在肠内停留时间过长，水分被过度吸收，变得坚硬，排便困难。同时，排便时所需的腹肌与肛门括约肌力量也会减弱，导致便意强烈却难以排出。因此，高龄者如厕时常常需要长时间用力，而这种用力动作会导致血压急剧上升，脑部血流量骤增，因动脉硬化导致的脑动脉瘤破裂，最终引发脑出血等脑血管性疾病。通常脑出血发作时，患者会感到剧烈头痛，但并不会马上意识丧失或心脏停止。多数人会忍耐着，强撑着离开厕所，想去取手机求救，但往往在中途倒地。膝盖擦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如厕猝死有以下几个预防方法：一、注意摄取富含膳食纤维的饮食，保持良好排便；二、家属要理解高龄者容易便秘，日常多关心；三、若便秘严重，应及时就医，采取适当治疗。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家庭中潜藏的死亡危险。第一个案例是因为绊倒而死亡。作者作为法医学者，经常遇到高龄者在自家床铺上死亡的案例。在对遗体进行 X 光拍摄后，如果发现大腿根部存在骨折，通常可以判断是因为跌倒后无法行动，进而诱发肺炎等并发症，最终导致死亡。为什么高龄者容易摔倒呢？高龄者因为骨密度下降，日常生活中稍微被绊一下就可能发生骨折，非常危险。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腿、臀部、足底等肌肉力量下降，脚尖容易下垂，这种现象称为下垂足。走路时脚抬不高，容易被地面轻微的高低差绊倒，即使是平坦的地板，也可能发生跌倒事故。为了避免因下垂足导致的绊倒，日常行走时要特别注意，迈步时刻意抬高大腿与脚尖，保持脚尖向上。不过，要根本改善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保持腿部肌肉力量。为了防止腿部肌肉流失，日常行走时要特别注意足底与脚趾的动作。迈步时，先张开脚趾着地，然后整个脚掌贴地，再用脚趾抓地的感觉抬起脚跟，最后用脚尖蹬地向前。这是一整套规范动作。刚开始练习时，可以慢慢确认每个动作是否正确。慢速行走练习，刚开始练习时，可能会觉得大腿、臀部酸痛，甚至脚趾抽筋，但这正是肌肉正在锻炼的证明。只要坚持练习，逐渐肌肉之间的协同动作会变得顺畅，脚尖下垂的问题就会自然改善，跌倒的风险也能降低。防止绊倒致死的关键要点是：一、日常行走时刻意抬高大腿和脚尖；二、留意脚趾和足底动作，慢速练习正确走路方法。第二个案例是因为剩菜而丧命。对于高龄者来说，食物中毒是一种极具致命风险的疾病。食物中毒是指因摄取了被细菌或毒素污染的食物或饮料而引发的疾病。比如，做了咖喱、炖菜、浓汤类的料理，一次吃不完的时候，很多人会把剩下的直接连锅放进冰箱，第二天再拿出来简单加热，当做第二天咖喱继续吃。但这种保存和处理方式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第二天咖喱其实很危险，你可能会以为再次加热就能把细菌杀死，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导致食物中毒的威尔氏菌是一种耐高温的细菌，即便加热也无法彻底消灭。威尔氏菌的特点是，在有氧环境下无法大量繁殖，在无氧环境下迅速滋生，并产生肠毒素。这类细菌广泛存在于土壤、
水源、动物肠道内，尤其是牛、鸡、鱼类体内也常带有。即便使用带有威尔氏菌的肉类或鱼类，只要是当天煮好充分搅拌，让空气进入，当天食用基本不会出问题。但如果做多了剩下保存，炖菜或汤类食物在放置过程中，表面虽有氧气，内部却是无氧环境，威尔氏菌便会大量繁殖，并释放肠毒素。如果隔天再吃，即使年轻人也可能出现腹痛、呕吐、腹泻等症状，而高龄者因脱水、循环衰竭等情况，甚至可能发展成致命风险。避免剩菜致命的关键方法有：一、在料理时，肉类和鱼类接触过的器具要勤清洗；二、尽量只做一次能吃完的分量；三、汤类、炖菜类要分小份保存；四、在加热时务必充分搅拌，让氧气进入锅中。其实，我们的人生，死亡的瞬间只有一次，希望这唯一的一次，不是因为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多做一点预防，就能守护自己和家人，让差点出事变成幸好没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